视频我们来聊一下，就是说 Mac 笔记本电脑的触摸板，这是 Mac 电脑的一个杀手锏的一个功能啊，这个触摸板是可以替代鼠标的，所以这个视频会做一个详细的讲解。首先呢，我们来打开一下这个触摸板的解释页面，就是点开这个点一下小苹果，然后在系统偏好设置，然后在里面点击这个触控板。正在载入触控板 ，OK。这时候呢，我们来看，我们一项一项来解释。首先，这个第一点就是说，查询数据与检测器。这里有两种，一种是三指轻点和单指用力点按。如果你是2017年或2016年之后的笔记本的话，Mac 的话，基本上都是那个支持硬指压感的这个触摸板。就是你点击触摸板时，你感觉有震动，但是其实你用指甲去点这个触摸板时，发现它其实是不会动的。它是通过电击，它是通过你触摸到你这个触摸的那个感觉，然后呢去用那个震动的那个马达去刺激去反馈一下，感觉它动了，其实它并没有动。好，这个有什么用呢？对吧？这个时候随便打开一个文档吧，对吧？这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你可以选中这个我们先不选中吧，比如说这个 briefing， 按住，对吧？你就可以发现，就是说这可以进入到系统的字典页面，对吧？你也可以就是说摁住的时候，你只要稍微用点力，你会发现它是有这个力学反馈的，只有按到底的时候会震动2次，它就会到这个系统查词的页面。如果词比较长的话，你可以选择就是说直接把它给框选下来，然后呢这时候再长按，它就会选中，但有时候它也会出错呀。这就默认选择是2个，因为这个 India 也是会出错，这个 Asia，这个就是可以的。对，这个功能呢，就是说可能平时用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呢，如果你需要用的话，就是知道有这么功能，主要是用来查字典。然后另外就是辅助点按，这个辅助点按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鼠标右键。比如说，你说这块触摸板，正常呢，我们在 Windows 的触摸板上就会上面有个左键，有个右键Mac 这个触摸板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是一个光滑的一个，就是光光的一个板子，没有任何右键。这时候其实你只要用2根手指去轻点或者是按一下，它就会出现右键菜单。比如举个例，我们在任何地方，比如在这个软件上，我们右键就是2根手指轻点，对吧？它就会出现这个右键的菜单。包括在这个文本上也是，对吧？2根手指轻点，就是变成了这个右键菜单。好，然后我们再到下一些，这个我们可以，它也可以就通过设置，对吧？你可以点击右下角，对吧？然后它之后还会演示，你点右下角也是这个右键，但是一般都是使用双指会比较容易操作一点。然后另外就是轻点有什么用呢？它这里看一下这个小视频对吧？它就是说会轻点，其实也就是所谓的选择，对吧？就是我们点一下任何地方，它就点到我们想去的地方，对吧？你点一下这个字典，也自动到了字典上，这个没有任何特别的。然后这里有一些可以调节的，这个强弱中这个点按的强度你可以选择中间，这个不用调节太多。如果你觉得你鼠标过于灵敏，感觉自己控制不住呢，比如说你可以把它就是往左边调一调，这样的话它就反应会稍微慢一点。然后这时候呢，这是有时候用力点按触感反馈，这个其实就是如果你是新的 Mac 的话，对吧？你只要点击，你只要稍微用力，你点击2次，它中间是有一个就是说整个渐进的这个力度变化的，它是能检测到的。所以说你看这个小框变大变小，它中间这个力都是线性变化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你可以把它打开这个就是对你平时操作是有更好的体验的。然后其次呢，就是这个滚动缩放，对吧？这个有什么用呢？对吧？这滚动缩放，让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小视频其实就是在网页包括在文档里面自动去帮我们去滑动相当于那个鼠标的滚轮，这个体验是非常好的。即使我们没有选中后面这个文件，只要鼠标放在上面，对吧？你双指滚动就会自动选择，然后我们点击一下过来，对吧？然后就可以上下滚动，当然不仅上下可以，其实左右也是可以的。这时候我们比如说来看一个比较多的东西比如打开我们的网页，
上下，其实左右也是可以移动的。如果它有左右移动的需求的话，这时候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触摸板，把我们的背景调出来，再找到我们的触摸板 ，OK， 然后放大或缩小，双指捏合。这个其实呢，你看这个小视频其实我们就是模拟我们手机上对吧一个图片对吧，打开一个图片或者文档，可以让它随意的放大跟缩小，跟手机操作是一样的。这时候我们来找到我们有没有上面比如说如果是在文档里对吧，我们就放大缩小。我们有没有什么图片呢？随便打开一张图片，好，这是一张图片对吧，就放大缩小，放大缩小，非常的流畅而且操作起来非常的灵敏。智能缩放，双指轻点2下，这个有什么用呢？这个其实用处非常的大。比如说我们打开任意一个文件比如说这个在杂志里面对吧，它就自动帮我们自适应匹配一下这个当下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把它最大化一下，这里我们看好多内容这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双指点击，你发现到自动就帮我们弹到这个最舒适的这个页面，这个阅读这个放大的尺寸上。然后这时候再双指点击，又跳回去了。这时候我再双指点击，又帮我们弹到了，就是说到这个位置上。比你虽然我们可以自己用手控制但是就是说可能有时候它并不会那么的灵敏。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右边这个广告，有时候并不会一定会成功这个是可以的，双指这个标题就自动给我扩展到标题上，这广告还是不可以这个意思就是可以帮大家快速的缩放到我们需要想看的地方，不仅是在 PDF 文档，网页上其实都是可以的。好，这个我们来退出当前这个文档 OK，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我们下一个功能是什么。下一个功能就是双指旋转。双指旋转这个功能其实特别的神奇就是不光我们是如果是 PDF 文档的话，它 PDF 是可以旋转的，它相当于它帮你修改了文件，这个是功能非常强大的。如果你有些 PDF 需要旋转，或者就是这个普通的图片需要旋转，其实这就是一张普通的图片对吧，我们也是可以直接在那里去旋转的对吧，可以把它变小一点，然后肆意的旋转它，然后它是非常的灵敏。对对，这个就是知道，就是说我们不仅可以旋转 PDF 也可以旋转这个图片，这可以帮助我们去自动去修改一些图片，或者是更方便的查看文件。然后点一下这更多手势这里东西就比较多了你看这个在页面之间清扫，这个其实就是说这里有好几种选项，我一般建议选择第二个这个3指清扫，因为双指的话容易误触。我们选择3指的话，这个有什么用呢？比如说这时候我们打开一个这个任意的网页吧，对吧？比如这是我的 YouTube 的后台，对吧？然后我们就是如果是3指左滑，其实就是这个按键，就是这个后退这个按键。如果是3指右滑，其实就会到前进这个按键。这个是有什么用呢？就是相当于如果你不想用这种方式的话，你可以在键盘上用 Command 加那个中括号，左中括号跟右中括号，也可以实现同样的功能这是一种使用方式吧。如果大家有需要，就可以直接去用，比你直接去点击会稍微方便一些。这个就比较重要了，就是在全屏幕显示 APP 之间清扫，这个有什么用呢？这个其实用处非常的大。比如说这时候看左右滑没有4指是没有效果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东西全屏了，对吧？我随便找个文档给我全屏我把这个图片给全屏，对吧？这个图片突然就全屏了。这时候发现左边所有东西都不见了，对吧？我可以放大缩小查看。这时候我只要4指轻滑，对吧？我就回到我原来的桌面上。然后这时候我再4指右滑，我又回到这个桌面上。当然我可以同时开更多的东西，比如说我把这个文档也全屏了。你看这时候我再4指右滑，右边是图片，4指再左滑是我的文档，4指再左滑就回到我当下的这个桌面上。好，然后再看一下调度中心，我默认喜欢用4指这个，因为3指那个容易误触，对吧？然后这时候我们现在用4指上滑，发现我所有的软件所有打开的软件跟那个桌面都在上面再去显示。
那这时候我们会看到上面还会有我们其他2个桌面，对吧？这时候呢，我们在4指下滑，当然这时候下滑的时候，你把你的这个软件你把停留在任何一个软件上，你下滑的时候就会把它拖到最前面来。所以说这时候比如说我们要看这份文件，对吧？我们4指上滑，我们要选看后面这个，对吧？4指下滑，对吧？就把它给拖到前面来。所以说会方便我们快速的去选择，就是说我们想要的桌面是哪一个，想要的这个软件是哪一个，而且能够快速把我们的定位，对吧？这是4指上滑，在4指下滑，对吧？然后这时候呢，对吧？这是我们在看这通知中心，通知中心这次现在的功能是比较先进了对吧？我们看一下这个视频，对吧？从右2根手指从右往向左滑，对吧？调度出来了我们再来一次这是调度出来了。现在它是在这个通知中心里面，如果有什么微信信息或者一些邮件它会在这里去通知。当然现在允许我们去编辑小组件，跟手机是一样的，对吧？默认这里原来什么都没有的，然后我们可以点击这里编辑这个小组件，我们可以把这个天气对吧？你点一下这个天气，如果有的话，你可以比如说一个不够，你觉得还可以再加一个，对吧？下面就会再加一个，然后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大，对吧？再加过来，下面又多了一个天气。因为为什么要选择多一个呢？因为你可以选择，因为你还可以选择配置它编辑天气，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位置再点击一下，换到一个不同的地方，这样我们就有2个天气预报，去看不同地方的天气了。然后比如说这个我再选成这个滁州市来选择完成，这时候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地方的这个天气。同样的就是说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时钟，因为时钟的话我们选这个你看各种各样子的时钟这时候我们选这个国际世界时钟，选这个大，对吧？我在下面再添加一个，对吧？然后我们可以选择右键再编辑时钟，编辑时钟里面就是说点击每一个，然后在里面去搜索，你可以把它就是换成你需要的地方，对吧？这样子的话，这个功能有什么用呢？其实这个实用性是非常强的。你要上面配置好的这个时钟，我设置了，对吧？哥本哈根、北京、纽约、东京。如果你在这边有不同的亲人，或者是有朋友，或者是情侣，对吧？你可以非常快捷的去计算这个时差。这个黑色的背景呢，说明就是说它是晚上；白色的背景呢，说明它是白天。然后大家可以直接阅读这个表盘，可以大家看到这个时钟是非常精美的。你看这个秒钟走的都非常的流畅。对，然后大家也可以增加日历在这里这个就是这个小组件的功能。好，这里就不多说了然后这时候就是说，你看这时候又有一个调度中心，4指直接向上清扫，对吧？这里也可以换，你可以换成3指，但是我比较喜欢4指对吧？这时候呢，刚刚我们是，对吧？这是4指左右，这时候我们在4指向上，对吧？就可以去找到我们需要的软件，这应该跟我刚刚说的东西是重复的。然后这时候我们再看4指向下清扫，比如说这时候这个是有点不一样的，是什么？刚刚4指直接向上清扫，再选中一个软件，选中一个向上清扫，然后选中一个软件，把它给拉下来，再用4指把它拉下来。但是如果我直接4指向下拉，有会什么后果呢？就是它同一个这个软件上的这个桌面打开了，比如说你同一份这个记事本打开了4个，它就会只展示你这个软件上的所有的桌面。这时候我们选择第2个，对吧？我们点一下，对吧？它就把它放到最前端来了，就方便我们去查看。这时候我们再把所有东西展示出来，4指向上滑，然后再选择这个触控板这个解释，对吧？这4指下扫，所以4指下扫也是很有作用的。比如这时候这个直接4指下扫这个控制台的话，就发现它只有这个软件，它没有其他桌面，所以说就会更聚精，我们可以更聚焦在这一个软件上，把其他所有东西都给屏蔽掉。OK， 然后这时候呢，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启动台。这个启动台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看一下怎么去操作，对吧？我们就直接3根手指，其实你用，对吧？你捏合一下，就是拇指和其他3根手指捏合一下，就会进入到我们所有的软件界面。这时候你再用双指左滑右滑，向左滑，这样子你可以在这边翻页去启动你不同的软件。如果你要搜索你其他不同的软件，比如说我需要WeChat。对吧？你直接在这里搜索，你就是可以找到，然后点击就可以把你的微信给打开，对吧？这就是启动台的作用。显示桌面这个东西呢，它也是有一定用处的。比如说，突然你在桌面上存了一些文档，对吧？你要把所有的或者有些人要来看你的旁边有些人要看你的屏幕，你直接就是说张开拇指跟其他3指学习这个视频上的操作，
只要这么一操作一下之后呢，就会把所有东西给遮挡起来，看不见，而且这时候可以直接看到桌面上的所有东西，对吧？然后这时候呢，只要在4指再并拢，就可以把它给恢复过来，对吧？我们再重复操作一次啊，你也学习这个桌面，对吧？直接就是3指加上拇指慢慢给它划上去，然后再4指，拇指加上其他3指把它给拉回来。这就是基本的一些手势操作的功能。因为苹果这个蓝牙触摸板呢是功能非常强大的，基本上可以代替鼠标的所有操作。当然，除了一些特别精确的文本操作之外呢，可能还是有鼠标会操作精度会更高一点。但基本上，我们平时的日常使用日常的办公使用、非重度使用的话，就是使用这个触摸板是绝对足够我们日常使用的。OK， 今天的这个介绍就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关注、点亮小铃铛，谢谢大家。